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庭，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中东的战争，美军发动了空袭，这一次的目标是对准伊朗的最高大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8个人死亡，川普还 PO 上了影片，并且呛瞎说如果你不来谈判，我就把你全部炸光光。您看到这个是川普他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的影片，证实美军已经炸毁了伊朗境内的最高的 B1 大桥那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伊朗全面有回应。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他怎么说？他说此举象征失败与道德沦丧，因为这个地方是民用的设施桥嘛，这个民众要通过的。你这么做不会迫使伊朗投降。另外，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这样讲，他说我立刻会报复我会展开合法的报复，针对哪些地方呢？中东多国的大桥，你炸我的桥，我也会炸这些国家的桥。我们看到伊朗的媒体怎么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吧，如果伊朗炸毁了加州的金门大桥，你会怎么称呼他？恐怖分子。的确，如果美国哪一座大桥被炸了，那一定是恐怖分子干的，一定会被冠上这样子的一个 title。所以川普去炸人家的桥，这是对的吗？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公众号牛弹琴，他就说中东的大桥都在瑟瑟发抖，这是回应以及描述伊朗革命卫队的呛虾那当然，这样的做法，大家看到各个角度的照片，这是一座非常长的大桥，是一座民用的桥梁，是伊朗人的骄傲，是伊朗在西方制裁之下拼命做起来的工程现在毁于一旦。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过去这么长的时间被美国给制裁，他们的物资其实非常的困难，他把它盖起来了，结果你把它给炸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伊朗上一波攻击叫做第90波的打击，现在这一波叫做91波的打击，它要针对美国相关的钢铝设施发动打击，都是一些原物料包括在阿联酋、阿布达比的美国钢铁还有金属的工业设施，巴林的美国的铝业设施，还有以色列的军工企业，这些地方呢，它都精准的打击。而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说，它已经袭击了美国的甲骨文跟亚马逊的资料中心。如果这些这个讯息是对的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个地点在巴格达市中心。那我们知道这个算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这个各种的集中地。那另外伊朗说呢，它也击中了敌军的先进战机。他的宣称是您看到的这张图，他们瞄准了，并且在伊朗最大岛屿葛西姆以南他们这个锁定它，并且把它给击中这是革命卫队声称的。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机型，外界说有可能是 A10这个战机。最后呢，它被击中，然后坠入了波斯湾。影像显示了伊朗袭击美国哨兵预警机的关键细节，这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大家知道几天前那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说，对美军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一击，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空中预警机是非常先进的嘛那《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呢，对于这个卫星影像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个预警机你停放的地方，因为你太有规律了譬如说135、246，你会放在哪里？什么时间点你会拖到机坪？什么时间点离开？所以你就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了，你都被敌军给掌握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美军 EA-37B 的电子战机现在呢也出动了，从英国的空军基地起飞，飞抵了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苏达湾基地那当然有更新或更多的这个电战机也加入了这一场战役。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赫格塞斯在做什么呢？他解雇了3位美国的军方的最高将领。那外界就说有可能要做地面的攻击战包括了哪3位呢？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在1天之内解雇了3位将领那也这个有这个陆军最高的服役军官，负责组织训练跟装备的一个这个主要的指挥官，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跟转型司令部的司令，还有陆军的牧师长所以他的做法是把一些自己人放进去，所以呢，外界说地面战可能就要开打了。来请教赖老师。
美国这一次所炸的伊朗的最高的这个大桥，哈，我们看到它的鹰架两边的鹰架都还在，这显示出它还在兴建中，并不完全通车。换言之，也就是说，对于伊朗的对外的联络，尤其是它首都德黑兰的对外联络，这个桥因为还在兴建里面，就不代表它已经在使用了。那既然不是在使用，那就对伊朗的战力并没有构成实质上的影响。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总统川普这样做的一个决定，胜之不武，而且会让全世界都觉得说，你这样子开始在炸民生设施了，你等于是提供给这个伊朗完全有合法的反击权了。那伊朗它目前来讲已经标出几个国家，包括巴林、包括卡达、包括阿联酋等，他们的一些交通的设施，特别是巴林。巴林其实现在紧张焦虑到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巴林的连外道，因为巴林是一个岛国嘛，它的连外道的桥梁如果被炸的话，那怎么办？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像卡达第5舰队，它的连外道如果被炸的话，那第5舰队的补给就会出问题了。是，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来说，它的做法，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他真的没招了，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就能够屈服这个伊朗。可是问题就在于，伊朗不但不会屈服，他反而会打得更凶，而且会让伊朗的人民更加的团结。为什么？因为现在只要想要跟美国求和谈判的，都被视为是叛徒。那这个其实不是美国人所要的嘛。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川普从发动战争2月28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那我们要问的是，川普你获得了什么？坦白说，你一无所得。你没有拿到伊朗的油，你也没有占领伊朗的土地，你甚至失去更多。你赫尔木兹海峡原本可以通的，现在不能通了啊。然后你原本在中东地区的很多美国的企业，现在银行走的走，空屋的空屋搁在那里。还有就是传出美国的亚马逊等等的一些甚至甲骨文，他们都开始被炸了，被攻击了。那这些情况使你美国损失的其实越来越多。我就想起，俄国去攻打这个乌克兰4年多了，那我们会问说，那你4年多，你俄国得了什么？俄国至少还抢到了3、4个台湾大这么大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都是最肥沃的。例如说，重工业都在这3、4个台湾大的土地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它的稀土也都在顿涅茨克，都在这边。好，所以俄国至少还抢了3、4个台湾大的土地，还抢了一堆海岸线。也就是说，从克里米亚半岛以东的整个海岸线、港口全部都被俄国拿走了，钢铁厂被俄国拿走了，还有这些武器的兵工厂都被俄国拿走了。但是问题就在我们要问的是，川普你拿到什么？你到目前为止你什么都没拿到，那这个战争你还要打多久？还要打下去吗？你再打下去的话，坦白说，美国的死伤只会更大。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战机，如果 F-35真的被打下来，对，因为美国现在不承认嘛，美国说没有，但是伊朗把它的画面批号都把它公布出来，那也有可能是造假，因为也有可能现在 AI 很多嘛，我们也不知道，也可能是造假。但是如果说它被证明你又被打下来，那等于是第2架了。第1架是打完了以后它跳伞，可是这一架看起来是空中解体了。还有如果 A10被打下来，那这个代表美国没有完全的制空权。为什么？因为 A10它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款战机，可是问题是它必须要在有强大的空优的情形下，也就是获得制空权。为什么？因为这款战机没办法跟像 F-16了、F-35的战机打嘛，可它很适合地面的部队的一个支援作战。那如果没有，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如果它是被打下来，那就是代表美国的伊朗上空的制空权，它并没有完全获得。还有一个就是E3的目前来讲传出来说是被毁掉2架，而不是1架。对，美国现在总共只剩下15架，放在中央司令部里有6架。如果2架被打掉，那只剩下4架。是，可是它的堪用率只有56%。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能够使用的只要2架多一点。那这样的话，对美国在指挥空中作战这个部分就显得很麻烦了。好，空权没办法获得，
海军跟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火力这个支援的话，那你地面部队作战贸然投下去，死伤的人数很大。你想为什么陆军参谋长会被开除？他当然要为他的子弟兵负责嘛。是，他不愿意配合就被开除。那你现在用的人，那不是就是要让美国军人去丧命吗？所以非常有可能，老师的判断也是地面部队有可能在筹备中，应该是准备要投入了。那原来的参谋长，陆军参谋长应该是拒绝执行，应该是反对，对，应该是反对，所以他被 fire 掉。是，他任期还没到，是，他任期到后年嘛。了解。来，舰长，我们看这个川普总统他不断的tackle，大家都觉得他是法家湾，其实他不是。他是让我们捉摸不定，不知道他真正心里想要的是什么。那其实我们看到3月30号也不是不久之前的，他说呢，赫姆兹海峡如果没有开放，他也可以结束战争。他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那他觉得这样就够了。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他更近一点的时间表现，也就是他在4月1号，这绝不是愚人节啊。他讲说，在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前，这个伊朗战争绝不会结束，而且在此之前，我将把伊朗炸得粉身碎骨，或者正如他们说，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那这个表现的是他的决心。那他的决心呢，不见得是每个人的决心。为什么？因为如果这场战争从战略到战术都是错的话，那个陆军参谋长他如何能够干得下去？因为未来如果败战，他要肩负责任，而且就是军人的一个污点。那我们担任一个参谋，也就是我们提供给那个三军统帅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之后，你要采纳你不采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走人。那我们刚刚讲，赖老师已经讲到他其实应该可以服役到2027年，但是呢，他觉得那个他不想要这样做，然后而且他被要求的是立刻辞职、立刻退休。辞职也就算了，你要帮他安排职务吗？他没有，他要他退休。那赫格塞斯说他要找到一个对陆军愿景的人来担任此一职务。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叫你干嘛你就要干嘛。那问题是现在的状况，那个赫格塞斯可以一把掌握吗？陆海空都可以吗？所以其实参谋的建立，也就是要提供主观一个他的专业判断，你主观要采纳啊。那你如果不采纳的话，那好，那你来承担。我们讲到说刚刚讲到说那个 A10 如果在这个格什木岛这个南侧，它在被打的话，也就是未来如果真的在这个霍姆兹海峡发生任何的这个军事的战斗或者是冲突的话，那其实这一个伊朗可是整个带弹，可是准备好了。那而且10它是对陆对地的一个密接支援机，如果连密接支援机，它其实也就是你要有局部空优之后，它才能出现，因为它飞得很慢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它那一架战机为什么大家会判断成 A10？因为它飞的速度很慢，而且它的体积呢，比我们一般看到的战机都要来得大。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所以大家这样子判断。那至于说我们讲到的这个E3的这一个预警机其实E3的这个预警机呢没有几架了，那也不要想说到沙漠坟场去拖出来你要能够那个解封，那对不起，6到8个月而已。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也就是现在的预警机不只是预警而已，它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data link 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就是所有的讯息都由它向那个其他地面或海上来进行发布。那现在如果它的数量不够，或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的这个就是部署的时间以及规律都被掌握的话，因为无人机不会飞那么久它一定是在那边等你要准备起飞的时候我就攻击。那实际上来讲，
美国真的大军要开战，那问题还多得很。是您刚刚看到画面，可能是美军的 A10它的这个战斗机、它的飞机在空中被击中。另外呢，伊朗也宣称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F-35战斗机，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军并没有证实这项讯息。来，请教洪庭。我觉得《孙子兵法》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哦。那现在看起来大家看不懂，就是川普你针对所谓伊朗这整个事情，你的 end game 到底是什么？一开始讲就是说好，我要去除他的这个所谓的核威胁能力。那再来提到就是说，趁着他在这个所谓的内乱、经济动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希望试图的去做他的这个政权更迭的这样子的一个 pushing。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讨论，就美军炸这个大桥，这个桥是一个所谓的民生设施、民生基础建设。你炸这个桥，对于你想要去做的所谓的这个政权更迭，我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就算了，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这个伊朗的民族主义起来，那跟你原本的这个所谓的政权更迭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是完全背离的。所以你看到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个人是打一个超级大的问号。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你现在已经到伐兵了，其下攻城。伊朗的地势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整个范围呢是阿富汗的2.5倍，人口是阿富汗的2倍。那它的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其实跟阿富汗差不多。那更难的就是说，美军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很简单，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它的装甲部队发挥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伊朗跟阿富汗是完全不太有办法用所谓的这个装甲部队去进行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所谓的这个地面行动的话，我觉得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这也有可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赫尔萨斯要解雇3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陆军的这样的一个将军哦？我相信就是说就算是现在智库所提到的，有可能去做小规模的地面战争。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去处理所谓的哈克岛，再来就是说，沿着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这样的一个沿岸，试图去清除掉所谓的伊朗这些据点，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去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走廊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说，在进行所谓的这个所谓铀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去解决它的所谓的这个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去做所谓特种部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这3个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坦白讲，我觉得俄罗斯打乌克兰看起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那美国打伊朗，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而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伊朗跟俄罗斯其实是深度绑定的，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谓的预警机预习这些事情，让我想起来，大家记不记得，在过去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中途，俄罗斯有一度它的战略轰炸机这些全部都遭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个时候其实普丁就有暗示，就是说你美国在背后帮忙。我认为这一次伊朗有办法去对美国的一些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机做出所谓的突破，其实跟俄罗斯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绑定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普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一定想要报他在俄乌之间的仇。是我们刚刚看到伊朗呢发动的第91波的攻击，这一波攻击锁定的目标是这个包括以色列中部的台拉维夫还有北部海法这2个地方那进行的是导弹的袭击。透过我画面你可以看到呢，伊朗的导弹穿破云层出现，然后高速击中了以色列的目标。那你也可以看到呢，伊朗对以色列中部这些城市做弹道飞弹的攻击。那它的目标是一家无人机的工厂，叫做 Aerosol 的一个无人机工厂。它当然要摧毁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的能力包括您看到呢，这个台拉维夫附近的航空航天设施也被攻击中了那算是一种非常毁灭性的打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一些大都会也受到了波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特拉维夫这些地方有火车站、建筑物都被破坏了并且因为这个导弹会发生一些击中的目标会发生碎片嘛有人就会受伤目前以色列的受损情况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知道因为在战术上面以色列是对这个城市的毁坏以及人员的伤亡都做了某种程度的一个控制那我们当然知道以色列现在也面临非常猛烈的还击，主要是来自于伊朗。可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飞弹波次
越来越密集哦。刚刚洪婷也特别提到了，可能有外力的结合哦，非常准，而且非常密集哦。说是不到24小时之内，不到1天之内，伊朗就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波的飞弹。每半个多小时就1波哦，而在下午更是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就向以色列发射了10枚的弹道飞弹哦，非常的这个密集哦，其中还有携带集束弹头。大家知道这个集束弹头一命中目标哦，它是会在空中哦，这个有各种的小的弹头出来。那另外呢，我刚刚说了，以色列它是双面作战。北边的这个黎巴嫩哦，他现在也在进攻。不过真主党那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也不是塑胶嘛，所以真主党说，过去1天之内，他对以色列的目标和军队发动了60次的攻击。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样的攻击呢，是在以色列北部有6个定居点。40处的以色列的士兵跟车辆的聚集地哦，其中25处位于黎南边境哦。这个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哦，他们这个以色列是在黎巴嫩的南部，他们是有接壤的。那现在呢，黎巴嫩的真主党哦，他们也是一样用无人机来做主要的攻击的工具。FPV 无人机哦，在做一些攻击哦，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做同样的，也在生产哦。所以现在现代战争，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巨大，而且呢，它的这个成本也很低廉哦。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那另外呢，双方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包括黎巴嫩都有大量的伤亡，这是很不幸的哦。那现在最新消息是说，伊朗的军方在管石油的这个负责人已经在空袭当中身亡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国防部的最新消息。那我刚刚讲到哦，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南部接壤的地方，以色列的战术是什么呢？要把它占领下来。所以这个边境啊，黎巴嫩人的房屋已经被拆了哦，他把它拆光光哦，大概有60万人流离失所哦，他们是黎巴嫩人。以色列就下令赶快把他们拆掉，先用炸弹炸一炸，然后把这个房子拆掉，因为他们要占据下来，永久的占据下来。那非常的这个悲惨的是，这个地方60万人。在空袭中，很多无辜的人就死亡了，包括这一位小男生，他只有9岁哦。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一场空袭夺走了他所有的家人，爸爸妈妈全家人的生命都没有了。那他是在瓦砾堆里头哦，被埋在瓦砾堆里头。那等到这个炸弹停止轰炸之后，他爬出来，虽然他也受伤了，可是至少他的命是保住了。来，请教赖老师。我们看到这些悲剧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哈。从哈马斯杀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过度的不成比例的报复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又去攻打伊朗，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违反国际法，违反战争的正义性。现在以色列又去攻打这个黎巴嫩的南部，而且他就是要把黎巴嫩的南部要占领。这个对于黎巴嫩这个国家的主权是一个直接的侵犯、直接的侵害。那联合国已经在第一时间表达反对表达不同意，但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就是不甩联合国。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法国很多欧洲的国家、欧盟都认为说你以色列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以色列就是根本不甩也就是说，除非你来打我呀那只要美国挺我，你又能奈我何？所以美国继续提供给他弹药，但是法国已经不让美国的这个提供给以色列弹药的飞机经过他的领空。美国的总统川普就把法国的总统骂一顿，而且还去损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法国的总统现在在日本访问他自己本身就说你这样子不优雅，而且呢你这样没有人格了就是说我也不想跟你回了我也不想跟你吵，但是你这样做法是很没格调，不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问题就在于法国还是坚持不让美国的这个运输机运弹药的运输机经过他的领空进入以色列。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都反对以色列的这样的行为，可是以色列依然故我的去做。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在国际上事实上是越来越孤立，但他也不在乎这一点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因为他只要有美国靠然后美国的犹太人只要继续忠于他的母国
即使那个犹太人是美国人，政治上的国籍是美国人，但是他永远忠于母国的话，那以他在美国的这个掌控的政治能力跟金主的能力，他还是能够让美国继续挺这个已经是为非作歹的以色列的政府了。这个坦白说是很悲剧了，但问题就在于人家强你弱，你又能奈他何？那现在真主党开辟一个战场，也就是说，你以色列又开辟一个战场，但是全世界其实唯一支持以色列只剩美国而已，其他没有人支持。可是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你看之前，川普说炸毁了90%，以色列说它的大部分的发射具都被我们摧毁了。可是现在美国的军事情报官他们站出来了啊，他们不具名。可他们说事实不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来讲，美国的伊朗的发射具导弹的发射具至少有1半以上是好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计算？我觉得他们的计算的方式就是从伊朗的这么多波的一个攻击，因为你一个发射车发射完了以后，你要装填新的导弹，你需要时间。可他们可以从你一个周波100枚多的导弹这样打出去。然后他们可以大约估算，从它的发射地，从它的间歇时间，然后来估算他们的发射车的载具还有多少。那他们就计算出至少还有1/2以上的发射车是完好的。那就是代表什么？美国跟以色列最初的军事情报发生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认为你已经根本没有发射车可以打了，你的导弹也没用，因为你要有导弹，你要有这个发射装置才有用。结果不是，好，这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在于，本来他们说你的导弹已经被我摧毁了，你的弹药库也没有了，现在他们又修正了。有一部分的军事情报官他们认为，伊朗可能还有2/3的导弹，有一部分的军事情报官认为只剩下1/2。可是不管是2/3还是1/2，那都比他们原本认为你只剩下10%还多很多嘛。对，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之前的军事情报都发生错误。最后一个，那就是无人机了。无人机也比原来的想象还多，而且他们发现现在伊朗打的导弹是越来越精准，而且它的屠防率是越来越高。那也就是说，伊朗之前所采用的战略是成功的了，有效的了。也就是他们用比较落伍的、比较差的旧的导弹去消耗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导弹，现在他们开始采用高精准度、高音速的这样的一种导弹，那当然产生的效果就更好，而对美国跟对以色列的伤害就更越来越大了。是，来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啊，美国跟以色列其实现在完全无法判断这一个伊朗到底还有多少飞弹。那我们大家看起来也只能按照刚刚赖老师的判断而已，我们其实都是雾里看花。那对于这个原因呢，其实也就是当初这个摩萨德或者是 CIA 这一些情报单位，他们注重的也就是高层而已。所以高层在哪里，他们都知道，高层可以一锅端。可是到底有飞弹在哪里？当然卫星看得到，可是呢，飞弹层、地下层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他们不清楚，数量他们不清楚，他们的攻击力量他们不清楚，所以才导致着现在用了 A10进阶支援，那其实一点用都没有。那伊朗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他为什么要去打这个特拉维夫它的这一个附近的航天设施？这一个航空设施就是 IAI 以色列航空太空有限公司这一枚飞弹叫做这不是飞弹啊，这是运载火箭，它叫做沙维特2号。这个沙维特2号呢，其实它发射的是 OFAC 16的这一种先进光电的卫星。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头是朝着地面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也可以看到地面的状况，也就是它也是间谍卫星啊。那伊朗现在的做法，也就是我打你的美军的设备，
打到你回不来。那同样的，以色列也是一样，我打你以色列，我把你这一些太空设施也全部打到你回不来。你当然可以慢慢回来，可是你回来的这一个过程呢，异常艰辛。那我做更多的导弹，意思也就是这场战争数量不清楚，目标不清楚，然后到现在伊朗已经准备好各种的那个反击。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川普要想清楚他的下一步是什么。至于说我们讲到这一个真主党，他们不知道从哪拿来的飞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现在攻击了那个以色列他的主战车梅卡瓦战车，其实它的攻击能、它的一个防御能力以及它的攻击能力跟 M1A1A2 是差不多的。那它为什么会被攻击呢？那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它被串联炸弹攻击了。所谓的串联炸弹，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 hit 这种成型装药。可是成型装药一般来讲只有一层，那也就是我利用这一个高热的喷流直接突穿你的装甲。可是如果你加挂的那个装甲是其他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串联飞炸药呢，其实就有效。这个第一段其实它是锥孔装药，或我们叫成型装药，它毁灭的同时，也就是它会形成喷流。那喷流突穿你的战甲车之后呢，它后面还有一层。那所以这一个飞弹，我们看到的西方有的都不多啊。那我们例如说台湾有的托式跟这个标枪都是这一种，可是我们看到以前这一个真主党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装备，那它到底从哪来的？那不要说我想占领就占领，那你去破坏就破坏，也就是你可能会失去的更多。洪庭，我觉得整体来看，大家可能要分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当初所谓的这个以色列被遭受到所谓的哈马斯袭击的这个状况，大家都说以色列的整个情报单位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看起来，如果假设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就是他的去这个核武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跟以色列也有关的话，那看起来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可能又出了现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状况，是他太过于高估美国，还是就是说，还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认真的看待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把纳坦雅胡跟以色列分开来看。也就过去大家都讲，就是说纳坦雅胡对于他自己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那他期望透过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外敌来做。所以反过来看，如果美国跟伊朗的战局不停，那基本上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局也不可能停，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基本上就是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当伊朗遭受到攻击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不管他被迫或者他强制，或者他必须要为了他的生存去做所谓的努力，他也必须要去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打黎巴嫩这个也是出自于所谓对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恐惧，而且黎巴嫩真主党跟伊朗现在看起来就是完整的体验了所谓的不对称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精髓。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双方都用了所谓的高量的这样海量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双方都用所谓的这个地形的优势挖了地道，然后在很深的地方去保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力，让所谓的美军跟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它的轰炸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就像刚才赖老师所提到，基本上没有办法损失掉它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战事，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战争要发动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现在看起来，不管是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要结束对黎巴嫩的或者是伊朗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战局，现在看起来还要花非常非常大的一段时间。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看起来真主党跟伊朗现在就是用所谓的这个拖字诀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希望说借由所谓的这个消耗战，然后呢，慢慢的演变成所谓的影响你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战局，甚至造成所谓的世界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动荡，然后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坦白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战局跟现在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进行状况，坦白讲，我对全球的经济我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因为基本上再拖下去，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外电讲，就是说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样的一个战局，已经让以色列陷入了所谓它经济的黑暗10年。那美国如果再继续的让这个所谓的油价继续保持在所谓的110块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美国也必须面临到所谓的这个经济衰退这样的一个状况，影响它的期中选举跟未来的整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那现在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好，伊朗今天说他打下了美国的第2架 F-35，那美军现在是否认的状态哦。我们看到，包括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军他们发表的声明，他说他们部署了先进的防空系统，在伊朗中部的空域成功击落了第2架美军先进的 F-35战斗机，目前已经被彻底摧毁并且坠毁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飞行员的状况啊。这是过去12小时之内，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军他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击落的第2架美军战机。那第1架是哪一架呢？会不会是 A-10？这个军机呢？哦，现在并不清楚。而另外呢，萨德反导的雷达在伊朗的攻击中也受损了，这是另外一部这个萨德系统。因为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已经攻击了并且破坏了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那这一部呢？这一架这个反导系统是在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哦，那它的型号也出现了哦，那是说。美军的萨德核心设备。另外，我们看到呢，有40个国家的外交官，他们利用一个线上的会议啊，讨论一件事，什么事呢？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到底该如何解决？这是英国外交大臣他召开的。那这场会议有40个国家，据说美国并没有被邀请，所以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哦，说是这些国家可能打算自救。那另外呢，英国的媒体也讲了，他说现在英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相信川普哦，那他也限制跟美国的情报共享，因为大家知道五眼联盟，英国跟美国的情报共享是非常的紧密的哦。那现在呢，说是不允许借调到英国的美国官员参与部分讨论敏感信息的会议。那川普说他这一次矛头指向南韩，他说你韩国没用好，我们在这里保护你，有美军基地可是你并没有尽力我们来看看呢，第一个他点名韩国，另外他还提到日本跟中国。他说日本有90%的石油会经过赫姆兹嘛，那他们应该要去哪？去自救。中国也应该去意思就是说谁要通过赫姆兹，自己负责，自己去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讲了。他说：“现在赫姆兹会变成这样，不就是你川普造成的吗？不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造成的结果吗？”那马克宏法国的总统他也说：“美国，你当初独自行动，你要打伊朗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这些盟友吗？看起来是没有，所以你也不能怪盟友不挺啊。”他认为用武力恢复赫姆兹海峡这是不可行的。如果各国的军舰都过去了，让赫姆兹可以通行，他认为那会变成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而且可能也很难收拾。而另外呢，川普的国内现在一团糟，因为包括一些医疗保险现在他没钱，他也不能管了吗？我们来听听看。The United States can't take care of daycare. That has to be up to a state. We can't take care of daycare. You got to let a state take care of daycare,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it too. They should pay. They have to raise their taxes, but they should pay for it. It'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take care of daycare. Medicaid, Medicare, they can do it on a state basis. You can't do it on a federal.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one thing, military protection. We have to guard the country. 好，川普说：“我负责的是保家卫国，我负责的是军事你们像各州的这些各种的医疗补助这些，你们各州自己负责吧，自行解决吧。”这一段影片呢是在复活节当天他在一个午餐会讲了1个多小时，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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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他还说，伊朗战争已经意外的实现了伊朗的政权更迭。后来白宫呢紧急把这个影片下架，因为造成的风波太大了。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有超过100名这个国际法的专家这些都是学者，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美国空袭伊朗有可能会变成战争罪。这是来自哈佛、耶鲁、史丹佛以及加州大学的这一些学者这一封公开信希望
有一点作用。可是川普会理吗？看起来应该不会吧？川普不会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如果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失败，也就是共和党没有办法再掌控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之后，他很有可能就会面临弹劾了。也就是说，他可以不理这些学者，他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些学者所提供的理论支撑，会让民主党有足够的理由在这个国会里面对于川普提出弹劾。第一个，他没有先得到国会的同意，就直接发动对伊朗的攻击，然后在事后要这个国会去追认他的行为。那第二个，他的做法基本上来讲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而且他摧毁、打击这些小学，杀了100多人，然后打民生设施等，这些都违反国际法，都涉及这个战争罪，也可能会被弹劾。另外还有他的关税，他的关税很明显的已经违宪了。那违宪以后，对于川普来讲，他清楚的知道他的关税被大法官判定违宪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来弹劾他。所以川普对于这一次的期中选举，他是不能输，他输了他就很麻烦。那问题就在于他不赶快结束这个战争，他输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现在的战况对他来讲越来越不是好消息。萨德系统美国没有几套，一套在关岛，关岛他不肯动，另外一套在韩国，他把韩国调走。那现在问题就在于前段时间在科威特的那套萨德系统到底是谁的？因为科威特没有买，但是他有装，那很明显的很有可能是美国的，可是美国人他不说那是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萨德系统一个系统被打掉的时候，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高空、中空跟末端的这个防导能力，它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伊朗的这个导弹的功能有效性就越来越强了，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情况。这是证明什么？证明美国本身的防导能力有很大的漏洞。其实台湾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也就是说，台湾的防导能力更加脆弱了。所以坦白说，如果台湾有人真的要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跟冲突，或者是跟外国人勾结，要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跟冲突，以台湾现有的能力来讲，其实是很脆弱的。所以不要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军队，不要自己吹嘘说你有万全准备，你是万全都没准备其实你什么都没准备好，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连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都可以把美国跟以色列打成这样的，大陆的军力多强大，大陆的导弹还有它的各方面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力，在全世界排名是最强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你们要想清楚。最后一个，我倒认为说，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在川普任内可能就很难回去了。五眼联盟本来他们是安格鲁萨克逊族的一个很重要的拟决器然后他们里面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情报的交流。现在英国被川普这样羞辱到，他不想把情报再给美国的时候，这代表什么？美英的关系已经产生变化了。是有可能回不去了吗？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好，前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伊朗说他们打掉了第2架美军的 F-35战斗机。F-35的战机之前被形容成地表最强的逆中战机，现在在这个伊朗战场上面一直破功其实他们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为什么伊朗他用这个红外线的这个飞弹就可以成功，但是他是不是也是用了数量的方式？也就是他用的不是1枚。那问题是，我们从这么多的照片，我们一直都看不到 F-35打那个热焰弹那啪啦啪啦啪啦那个状况。那为什么呢？是他完全侦测不到吗？这是一个疑问是不是他到了最近的，也就是距离这个战机最近的距离的时候，他才使用这一个红外线的这一个追踪系统？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有100位的这一个国际法的专家学者甚至法官，那现在要联名来对于伊朗的战争表达各种的意见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讲
国际法有什么用？国际法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国际上面根本就是丛林法则，这个丛林法则其实就是这一个当初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川普所造成的。所以诺贝尔奖和那个委员会应该现在觉得还好，没发给他，不然的话，这可是最大的一个那个羞辱了。那其实呢，它里面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战争的问题，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宪章里面是不得使用武力，那你这一个以色列跟美国是违反的。第二个，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部分，也就是你袭击学校、医疗机构以及民宅这个部分。那尤其是学校刚刚讲到的这个问题啊。第三个，也就是你领导人的这一些言论，什么言论呢？也就是这个赫格塞是说，我们将继续推进，继续前进，对敌人不留活口。那如果他投降的话，你是不是要按照相关的国际人道法给他一个俘虏的待遇？但是你说不留活口，这是很值得考量的。另外还有关于交战规则的部分呢，也就是川普他在今年的1月8日他说我不需要国际法，然后他到3月13号的时候他说美国可能会纯粹为了好玩，然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你这个给国际上面做的是什么表率？大家怎么样衡量你美国世界警察的一个价值？现在大家都怀疑你不是世界警察，你是这一个世界的强盗。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现在40个国家说要一起守护荷姆兹海峡吗？排除美国吗？来请教洪庭。我觉得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是非常必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美军虽然在所谓的这个伊朗遭受到了所谓看起来没有所谓太多进度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川普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好像没有特别的急。那其实最大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现在荷姆兹海峡遭受到封锁，受伤最重的是谁？受伤最重的是亚洲啊。亚洲的不管是中国也好，不管是我们台湾也好，南韩也好，印度也好，都是首当其冲的对象。欧洲也受到冲击啊。欧洲的航空燃油有一半几乎都是从荷姆兹海峡来的。如果观光不行，欧洲本来财政就已经因为俄乌遭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了，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然后以色列其实过去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天然气给所谓的欧洲的这个部分，现在也因为跟黎巴嫩的作战都停下来了。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它不是受伤最重的。那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甚至有可能变成什么？它甚至有可能变成能源的出口国，因为它有所谓的这个天然气，它也有所谓的这个石油。